长小之战。先看一样东西，一排木头。这是爱知县新城市今天的社乐园。木桩前面这条水叫莲吴川，窄到可以直接跨过去。它两边各有大约10公尺的湿田，一个人踩下去会陷，一匹马踩下去会停。从这排木头到对面那道坡大约200公尺。日本最有名的一场仗就是在这段距离里面打完的，他打了8个钟头。1575年的日本没有一个能管住全国的朝廷。本州中部这3块颜色是3个各自做主的家，西边的织田，中间的德川，东边山里的武田。3个人要的是同一样东西，一条往西通到京都的路。谁先进京都，谁就能借天皇的名义命令其他所有人。这一年5月，3个都出现在同一条山谷。先看他们为什么在那里。长小城三河国东边盖在2条河汇流的断崖上，它不大，但谁拿着它，谁就控制进山的那条路。1575年4月中旬，武田家的军队围住了这座城，15000人，城里面500人。这500人守了1个月，没有丢。围城的是武田胜赖，武田家的当主，这一年29岁。他2年前才接手，接的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军队。军队里有山县昌景，武田的先锋大将，全场公认最能打的一支。还有重臣马场信春，后来会死，在这一集最后一波攻击里。1543年，火绳冲第一次到日本。1568年，西边的织田家把将军送进京都，打出天下不武4个字，他们要的是全国。同一年，武田撕掉3国同盟，开始向外打。甲斐是山国，产粮少，守住不动就是慢慢被拉开。1572年，三方原，武田打赢了德川。1573年，武田家的当主武田信玄病死在往京都的路上，他是胜赖的父亲。1575年，就是轴线最右边挤在一起的这一段。武田信玄死的时候，那支军队正在往京都的路上。他死了，军队回头。胜赖接到手的是一支为别人的计划造出来的军队。他的每一个大将都比新当主更熟悉这支军队。城里那500人的头叫奥平真昌，长小城的城主。奥平家本来是武田的部下，前一年结盟换了边，投了德川。所以这一仗对胜赖来说不只是一座城，是叛他的人还在他眼前站着。4月中旬，围城开始。5月14日晚上，城里一个叫鸟居强右卫门的人游出护城河，连夜跑去冈崎求援。他把消息送到了回城被抓，5月16日早上被处死。这一段是江户时代的书才写的，同时代的信圣长公记里没有。5月18日，援军到了，来的是2支军队，2家是同盟。织田信长、尾张和美浓的大名，这时候是全日本最大的一股势力。德川家康、三河的大名，后来统一日本的就是他，而长小城是他的地。2家加起来通说38000人。5月18日，这38000人走进了长小城西边那条谷。他们没有直接去解围，他们停下来
开始挖土。先看这块地，它叫社乐园，名字里有个园字，但它不是平原，它是几条南北向的丘陵夹出来的一条窄谷，谷底就是莲吴川，两边是踩下去会陷的水田。3天之内，这38000人在河的西岸修出一条线，不是一排山栏，是一条前壕，后面一道马房山，再后面一道土垒，3层，前后叠筑，沿筑河，总长大约2公里。还有一件事，比工事本身更重要。织田军把兵力藏在棱线后面，挑对方看不见的地方摆，所以从东岸看过去，这条线看起来只有1道，它其实有3道，还有你数不出来的人。两边各有多少人，其实没有定论，通说是38000对15000。史家高柳光受推估的数字小很多，大约17000对9000。先退开一步，看这条谷在整张图上的位置。三河是织田往东的门，也是武田往西的门，同一道门，两边都要开。武田如果拿下这里，山里的军队就走到了平地上，而且是织田的侧面。织田如果守住，武田就永远困在山的另一边，只能等住被拉开。所以这条2公里的土线不是为了就一座城修的。到5月20日为止，这场仗还没开始，但有一件事已经定了。拿掉这条线，社乐园就是一片开阔的谷地，这一仗会变成一场遭遇战。而遭遇战正是武田最擅长的那一种。5月20日，武田胜赖做了一件事，他把主力从长小城旁边的高地往西移到社乐园东岸，移到离那条看不出深浅的工事线400步的地方。他背后的围城寨因此变薄了，而围了1个月的军队，粮草补给也在减少。先不要看答案，如果你是胜赖，5月20日下午你会怎么选？往前压还是往后退？这是这一集里胜赖手上真正还有选择的一刻。他知道城还没下，他知道西边那支军对比他大，而且正在挖。他不知道的是挖了多深，因为那一段被棱线挡住。后来的书说马场幸春、山县昌景，还有武田家的重臣内藤昌丰，3个人一起劝武田胜赖退兵。说这句话的书叫甲阳军舰，是下一个世纪武田旧部那一系写的。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偏向，把败仗解释成少主不听老臣。所以这一段要放在台面上讲，史家有分歧，它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后来被需要的。所以这块板现在多了3条，县马场信春、山县昌景、内藤昌丰，3条都画成虚线。因为讲出这3条线的那本书集数不够硬。如果那一晚主力留在原地呢？只改这一个变数，5月20日晚上主力睡在哪里？其他全部不变。因为有一支队伍那天半夜就要出发了，而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胜赖怎么选。5月20日深夜，德川家康麾下的重臣酒井中次代4000人离开阵地，里面有德川的宫羽、铁炮兵2000，织田拨给他的铁炮500。他们没有往西，也没有往东，他们往南进山。路线是这样：先渡丰川，
再沿南边的山脊往东绕。夜里山路4000个人不能点火，不能出声。他们要绕到的地方是武田军围城寨的背面。这是这场仗里唯一一段没有人记下时刻的路。我们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发，什么时候到。中间那几个钟头没有人写。5月21日天刚亮，他们到了。渊朝山，还有它下面的中山、九间山、老槐、军服床，5座寨一座一座打下来。守寨的人里面有胜赖的叔父和蛙信时。2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，长小城围了1个月，这一刻解了。第二，武田军往东回家的那条路，现在要从别人站着的高地下面走过去。天亮以前，撤退这个选项被拿掉了。整场仗里，这是唯一一次有一边掌握了对方不知道的事。拿掉5月20日深夜那4000人，天亮的时候，胜赖背后没有敌人，撤退还会是一个选项，而这一集的问题就不存在了。现在回到那200公尺，从东岸看过去是一条木山，后面有旗，看不出有3层，看不出后面藏了多少人。这就是武田军那天早上手上全部的资讯。从西岸看过去是另一回事，1万多人站在一片没有遮蔽的斜坡上，中间隔着一条会县人的尸田。第一波是山县昌景的赤背，全军资历最深的一支，甲胄漆成红色，远远就认得出来。他们会不会骑马冲，史家有分歧，一派看法，认为所谓骑马队是后世的想象。但决战前3天，德川家康自己写过一封信，说他预期5田会拿马直接撞上来。仗是这样开始的。织田军派足轻走出山外一小段，然后往回退。这不是攻击，这是请客。信长公记里写得很清楚，织田军不主动出击。原文的意思是我方不动，不冲出去追，不离开工事，等对方进到山前再打。这是纪律问题，不是器材问题。赤背进到山前，第一次骑射打出去，第一波被打退了。从开始到退回去，前后很短。换个角度看山后面那个人，他手上这一把，打完一发要清膛、装药、装弹、通杠、上火敏。现代复原实测，这一轮大约20到30秒。第二波上来的是武田信廉，路线跟第一波几乎一样，因为在这条谷里能走的地方就只有那几条。问题出在河的两边，各约10公尺的湿田，马到这里会慢下来，甚至停住。一支靠速度的部队在最后一段失去速度。现在可以把这件事算出来。装田一轮，复原时测大约20到30秒，冲完那200公尺大约60到90秒。所以一挺冲在一次冲锋里只打得出1到2发。拿掉冲、豪和山都还在，但攻势党得住第一波，挡不住第5波。第3波是上野来的小番队，换了一条偏北的路。偏北那一段坡比较缓，但山现在那里也比较厚。他们走到山前，然后回不去。还有一件事，
8个钟头里越来越严重。这是一条封闭的窄谷，那天没有风。到第3波的时候，山前的白烟散不掉。山不是一堵墙，它留了缺口。每一波被打停之后，山后的人会从缺口出去一小段，再退回来，把缺口关上。讲到这里，应该问一句，织田军到底有多少挺冲？信长公记的2个本子，原文写的都是铁炮1000挺左右。池田家那个本子的1000字旁边，后来有人加了一个3，加的人有明显的偏向，他有理由讲大，没有人有理由讲细。不过刚才那个算式已经说明了，这个争论改变不了什么。在20-30秒一发的速度下，1000挺和3000挺对坡上那个人来说是同一件事。第4波是武田信丰，路线还是那几条。那位什么不停下来？因为天亮的时候，后面那5座寨已经没了。往东走，要从别人站着的高地下面过。一支正在后撤的军队从那里过去，比正面冲更贵。第5波是马场信春，劝过退兵的那个人带队上去。信长公记写这一段的意思是换过来又换过去，一波退下来，下一波马上补上，没有停过。现在可以填第3栏了。正面只有2公里，中间还有一段没法走的湿田。高柳光受推估，真正在社乐原展开的武田军是6000到7000，所以38000对15000这句话从来没有在那条线上发生过。过了中午，画面变了，上去的不再是一波一波，是一段一段各自上去。一支军队崩溃的样子通常就是这个，不是所有人一起跑，是命令先停下来。织田、德川这时候才走出山外，追击沿着那条退路往东。马场信春留在最后面，挡死在那里。他是那天早上劝过退兵的3个人之一。信长公记留下了一份名单，内藤昌丰、山县昌景、马场信春早上劝退兵的3个人全部在名单上，还有真田家的2兄弟信刚和昌辉同一天。名单上具名的重臣超过12个。士气崩了的军队不会这样死，这一点本集不打折。死了多少人，3份记录讲3个数，史家有分歧。胜的一方写1万以上，这是胜者自己的账，有理由讲大。同时代奈良的日记写1000余人，京都的日记写数千骑。城里那500人守住了。守将奥平真昌战后，拿到信长名字里的一个字，改名信昌。家康把长女嫁给他，一座没有丢的小城换了一个家的位置。战术这一层有2面，织田军只要追出山外一次，这条攻势的价值当场归零，他们一整天没有追。武田那一面8个钟头，方法没有换过。一支军对可以在一个上午失去12个带兵30年的人，这件事本身比任何一个伤亡数字都难补。所以这场仗到底是什么决定的？不是3000挺，也不是轮流射击，那2样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。是价钱，每冲一次要付的，比能换回来的贵。
织田营再挑了一块把这个价钱定死的地，然后一整天没做任何会改动它的事。武田书在天亮前，退路被拿走，最便宜的选项没了，剩下的都太贵，而同一个方法他们复了5次。7层一起看，问题只有一个，拿掉这一层，结果会不会变？地理、情报、装备、战术，任何一层拿掉，结果都会不同。政治和心理只改变了代价。后勤那一栏我们空住，围城1个月一定耗粮，但没有一份史料亮得出来。回到开头那块板，早上还在劝退兵的3个名字，到下午都划掉了。城里那个守将换了名字，多了一条线。同一天之内。所以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，撤退这个选项是在天亮之前被拿走的。那之后那8个钟头，胜赖手上还剩多少东西可以叫做选择？这是这场仗留下来最不容易回答的一件事。之后的事很快。1582年，长小之后7年，武田家在天目山灭亡，带兵的人没有补回来。有一句话本集不讲，长小是火器改变战争的分水岭。不是的，火绳冲1543年就到了日本，155年代已经大量国产。1575年这一天，新的不是枪，是把枪摆在工事后面不动的那个决定。那3000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1622年，一本叫《盘府庵信长记》的读物。轮流射击的说法出自江户的通俗小说，然后被明治的教科书写成史实。那个时代的偏向很清楚，他们需要一个日本人很早就会近代火力战的先例。但这一集真正改掉的是那道门归谁。武田倒下之后，德川的东边梅有人了。他往东吃，一路吃到关东平原，日本产粮最多的一块。25年后，1600年，天下剩下2股势力在关原对上，其中一股就是从这里开始长的。所以长小改的不是谁赢了一场仗，是谁拿到了往后25年的本钱。今天那排木头是后来重新竖起来的，位置照着地形。你站在那里，可以一眼看完整场仗发生的范围。本集用到的东西和他们各自的立场。进长公记是织田家臣写的，但他给的铁炮数比通俗版本少。甲阳军舰要解释武田卫什么书，府安信长记是书坊读物。多闻院日记和兼见清记在奈良和京都不占任何一边。下一集还在日本，往前15年，同一个织田信长，那时候还没有人听过他。对面来的军队是他的好几倍。那一场从接触到主帅阵亡不到2个钟头，